富美清都市区是位于越南胡志明市的第7郡，投资者是台湾企业家，占地6平方公里，布局富有特色和周围环境协和。在本区居住的大多是外国人，也有越南富有家庭，房价在10万美金到300万美金之间，这也是不少越南上流社会人士及明星艺人居住的地方。今天我们分别游览了富美兴的新旧社区、别墅区，还有国际学校、商场等。在这里你完全不觉得在越南，街道特别宽阔，也特别安静。越南有一种说法是玩在第1郡，吃在第5郡，住在第7郡。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越南胡志明市的顶级富人区。大家好，我是小林。今天给大家看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区域。它是位于越南最发达的城市的一个顶级富人区。刚才我坐车过来的时候就发现从原来非常狭小的都是摩托车的马路，瞬间就变成了这样的非常的宽敞，就仿佛来到了中国一些比较发达城市的一些小区。今天就跟我一起探索一下越南胡志明市的顶级富人区。这个富人区是位于胡志明市第7郡的富美兴地区。这边住宅区的楼不仅是高而且非常的干净，非常的现代化。上次我发了河内富人区的照片之后，就有不少人说我这有什么新奇的中国到处都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可你要知道，这是在越南，他们的人均 GDP 才只有我们的1/3。这街道外面是一些公寓楼，这是公寓楼，走到里面就是别墅区。在这里肯定非常的安全，因为我在这边走2步就看到一个保安，走2步就看到一个保安，特别多保安。这里越南的富人都不太喜欢把他们的衣服被子晒在外面，你看这些都没有晾衣服在外面的，确实是有人居住的，没有晾衣服。全世界的富人区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特别的干净，特别的安静。你能想象这是在越南吗？这么安静的一个环境。前面我在录视频的时候，就是身边突然会经常有摩托车经过，就噪音特别的大。但是这里特别的安静。富美兴的幼儿园，少爷公主们在这儿呢。哇，这个环境真好呀！富美兴以前是一块沼泽地，是后来就是富美兴这个开发商过来开发了这一片区域。现在这里大部分住的是韩国人比较多，韩国人、日本人、台湾人，还有一部分中国人。这里的公园也是特别多。我身后这个就是富美兴这个地区的一个小公园，它是位于2个车道上面的中间那个区域。像这样的公园刚才走过来就发现了好几个。公园还有很多休息的亭子，你们看。除了开发商统一建的房子之外，这里也有很多他们自建的房子。这些别墅就是他们自建的，相当于买下了一块地，然后自己盖房子。然后每一个别墅也是有自己的风格，来彰显主人的品味。都买了这块地皮嘛，肯定要好好盖一下房子。这些房子跟我们在河内西湖边上的，还有河内就是一些富人区看到的房子就不一样了它除了特别漂亮之外，它占地面积还特别大。全世界富人的生活都一样都是别墅、豪车。看这一家，这个规模都可以开酒店了。还别说这里的房子除了开发商盖的以外，就是自家盖的，都每一栋都不一样，都挺好看的。这是一个学校的校车，上面都是一些小朋友，他们放学了。我看到是韩国学校，韩国国际学校，就不用父母来接了，真好真好。这越南的富人区不管是河内的还是胡志明市的，都是开放的。
就是人可以随便进来、随便看、随便走。这小环境，哎呀，我要是住在这儿该多好！哇，这家也好看。富人区门口有一个鹅。除了越南的高楼大厦，这里才是更加让我颠覆认知的存在。哇塞，站在这边，小狗冲过来，还好有栏杆拦着，刚才听到声音把我吓死了。别墅漂亮，然后还有很多植物，街道也特别干净，特别安静。这家也好大呀。这些都是相当普通的别墅了。哇，这户人家好有情致啊，种了好多花花草草，还放到外面来，里面摆不下了。嗨，嗨，拍照正常角度都装不下了，要广角。这一栋特别的干净利落，这貌似是台湾人开的一家餐厅。倒也不贵，跟低郡的价格差不多，甚至还更便宜一点。点了一杯咖啡，3万越南盾。好热，歇会儿。他们越南有意思啊，你喝咖啡会送你一杯茶，但是你去餐厅吃饭呢，你要喝的那杯茶必须要点的，这就有意思啊。我咖啡你会送我茶，但是我吃饭呢，我必须要买茶才行。这里除了道路宽敞之外，我感觉这里的人开车都特别有素质。刚才我过这个斑马线的时候啊，就是车子都给我让路了。我在越南其他地方很少遇到车子给行人让路的情况，即便是我在人行道上面。在富美清地区啊，有很多外国学校，像韩国学校、日本学校、台湾学校。据说啊，韩国学校跟日本学校，你必须要有他们国家的护照才可以进去学习。而台湾学校呢，可能你只要有一本外国的护照，你就可以进去学习了。在这些外国学校里面，学费可是不菲。所以这个区域啊，我感觉啊，就是可能外国人会更多一点。这是一间韩国学校，韩国国际学校。这是一家日本人的学校，日本人学校。就真的是小日本。日本的学校的建筑也是特别有他们国家的风格，特别的简约。日本人学校的操场，足球场还是挺大的。I study middle school. Middle school，OK， 他们是2个韩国人。你知道你们的学费是多少吗？Excuse me. 등록금이 얼마인지 물어보는데 얼마야? OK，Thank you。他们可能年龄还小，就不太知道那个学费的价格。但是我知道这个地区啊，学费都不低。我知道有一所就是越南的这边的国际学校，学费1年折合人民币20万。我觉得那些韩国人、日本人是怎么想的？把孩子送到越南来学习，不是应该送到更发达的国家吗？而且他们自己本身就是发达国家。在富美新市终于有了人行道，而且人行道上几乎很少停放摩托车。在越南的其他地区啊，就算有人行道，那个人行道也是塞满了摩托车，根本没办法走。其他地方可能沿街的小店面特别多，但这一带呢就会比较少一点。看这儿，沿街的店铺基本比较少。这里的很多商店啊，开始只有韩文了。看到了我们台湾品牌的奶茶店。我感觉啊，越南的贫富差距还不是很大，因为他们顶级富人区大部分都是外国人为主。就是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咱们中国的外国人那么少呢？以至于我们中国人一旦看到外国人，
就特别的激动，就特别想上去跟他说几句话，以此来锻炼一下英语口语，因为有太少机会能够看到外国人了。哇，这也是一家学校，这个学校建的有一点新，有一点高级。刚才那个学校啊，是一所高中，环境特别好。真不敢相信啊！同样是在越南，有这样的一个区域。这是一家4星的酒店，在这里你有种置身于某个发达国家的感觉。这个是某一个集团公司的楼吧？这儿有一家中国餐厅，台湾的贡茶也在这儿。哇，这里太漂亮了！这个半圆形的是一个人工湖。每到早晨和傍晚，就有好多外国人这边跑步，锻炼身体。这里的很多餐厅都看起来更加的高端一点，甚至于出现了好多家711。这是一个公寓楼的下面。哦，那这些店的招牌啊，基本很少有越南文了，大部分是英文、韩文。日本餐厅，这家貌似是韩国品牌的咖啡。三福楼，这是一家中国餐厅。在这个人工湖的附近，我看到了一个商场，富美兴商场。前面这个就是富美兴这边的一个大商场。商场里面瞅一眼，简单看看，因为这边卖的大部分东西啊，就跟咱们国内都差不多，品牌都差不多，也都是这样的，好几层的。越南这边的商场跟我们的商场结构是差不多的，一楼大部分都是以化妆品啊什么的，或者是这些衣服品牌为主。CK、无印良品、戴森。越南的戴森卖到了3000多人民币，3600人民币。现在咱们去富美兴地区开发最早的一片区域去看一看。富美兴地区在整个胡志明市还是占地挺大的，整个这一块都是。我今天步行的话，算是方圆5公里左右吧。这算是开发比较早的一片区域了，看起来那个房子似乎旧了一点，斑驳了一点。富人区的人在跑步，我都能猜到评论区要说我什么，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就没见过在越南有这样的一个存在。前面这个楼有意思啊，种满了各种植物。这些店的招牌基本上跟越南没什么关系了，除了地址写的是越南文，招牌英文、韩文。这个意思就是只服务韩国人呗，价格也挺贵的，份猪肉60块钱人民币。这个老区这里明显商业要发达很多，好多小店，生活上会比新区要便利一点。我觉得吧，这个招牌有歧义啊，发起人肉骨茶，发起人肉骨茶，有点惊悚。欢迎华人用餐，推荐使用支付宝。这是一家国际学校，西贡南方国际学校 ，SSIS。瞅瞅，这个国际学校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它1年的学费要20万人民币那个，折合越南盾就是7亿越南盾。我手伸进去拍一下给你们看看。现在放学了，国际学校门口还有一群鸽子呢，太胖了，飞不动了。你，真宽敞的人行道啊，真舒服。在你们觉得稀松平常的，在越南可是非常难得的。这是一个富人区的课外补习班，这里有学习一些乒乓球、美术、棋，还有科学，还有烹饪，功夫也有哦。这可能是中国人开的。你好吗？
这是另外一个商场。现在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啊，是富美兴的一个旧开发的一个区域，叫 Sky Garden。像这样的公寓楼，这座楼是新的。这个是他们这边的一个大型的商场。看这个楼的外观，至少建了应该是有10年了，至少10几年。这个是小区里面的一个环境。Sky Coffee， 我想这边叫 Sky Garden 空中花园的意思就是它是整个是在离地面大概是有5米左右架空起来这样的一个区域，这样的一个小区。这个就是算是1楼，其实也是2楼这样的一个区域。不过像这样的小区，咱们国内很多啊。哇塞，这里就有很多小店，非常多小店。看到了一个房地产的中介，不过现在已经关门了。这个是他们出租的房子，看一下价格，这个好多个0啊。这上面啊都有美元。看一下这个80平的，像这样子的，它是800美元1个月。这个是118平，1250美元1个月，挺贵啊，朋友们。这里是卖房子的价格，我刚才查了 ，TY 在越南语中是10亿。也就是250亿，就是2005亿。这个房子是多少钱呢？这个房子大概是58万人民币左右，是56平的。这个71平的90万人民币左右。我刚才算了一下他们这里的房价啊，基本上是在1万5到2万之间。因为这个区域是比较老的一片区域，所以比较便宜一些。真是来到了富人区。才知道，越南并不是只有老破小，并不是只有那些拥挤的马路和都是摩托车，也有这么安静的地方，这么舒服的地方。这乍一眼看上去真的很像中国的某个小区。下面1楼那边就是马路，它这个整个小区啊都是架空起来的，所以叫空中花园。这一片全部都是架空起来，这一片小区全部都是架空起来。一群韩国的小朋友。我喜欢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节奏去探索一个国家、一片区域。今天我走过的地方啊，都不是景区，都不是游客区，这让我感觉非常的舒服，而且也看到了很多，感受到了很多。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正在环球旅行第11国越南，欢迎大家持续观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我们下个视频见吧，拜拜。